那么老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了哈，这是它第一艘吧哈，乌克兰做的，原来它给它改建，那跑到第二岛链去了，哦，那跑到第二岛链当然就突破第一岛链嘛，它在南鸟岛，哦，是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中的一座岛，距离日本本州1800公里，哦，所以呢，小笠原岛到关岛这边，在大陆把它划成所谓第二岛链啊。我们看什么叫第一岛链？哦，台湾属于第一岛链，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这边算它第一个岛链。就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正中间，就是面对大陆，其实从这个战略的角度看，就抵挡中国大陆向外扩充。那第二岛链，哦，日本北马里亚纳群岛。哦，关岛、帛琉，那美军这边驻扎很多。关岛、帛琉，这是第二岛链。哦，南韩啊什么在这里，哦，日本在这里啊。那现在突破到第二岛链，哦，就讨厌了。你看这个图，哦，它已经不只是第一岛链了，台湾这边已经到了第二岛链来了。哦，那而且它现在呢，这个山东号航空母舰跟辽宁号就双航空母舰，它现在一共3艘嘛，哦，那夹击第二岛链，哦，当然第4、第5可能也在做了哈，那越做当然它的这个越进步了哈。那另外呢，日本的神盾舰派出神盾舰来密切监控，哦，到底干嘛？为什么跑这边来了？啊，大陆他们自己说呢，他说符合国际法规，哦。他不要，他拿美国就好。你美国舰可以每天到处这个跑，我为什么不能呢？哦，在公海上啊，我没有违法，我没有违法啊。那这个翁履中教授呢，就说，如果说大陆的航舰能够突破第二岛链，而且去挑战了关岛的海域，台湾的战略角色就可能会面临重新的定位啊，因为你就已经原来是你要靠你抵挡，就你已经被在里面了，在第二岛链里面了。哦，你已经跑到第二岛链里面了，那你的战略地位就轻很多，就没有像原来那么重要了。哦，这是翁履中教授的分析了哈。好吧，那辽宁舰突破第二岛链，而且呢不是只有一个舰呢，还有18个舰。哦，它的整个加起来，它可以垂直发射的这个炮弹呢有816发，加起来了，所以会挑战美国的关岛的海域了哈。我们看一下。坦克发射火炮，场面超震撼，近3000名自卫队员，还有各种装甲直升机、无人机，模拟敌军入侵离岛时展开攻击防御行动。日本陆上自卫队8号在富士山山脚下进行境内规模最大的实弹演习，预计这次演习将耗资8.7亿日元，使用弹药量超过76吨。改良型的12式反舰飞弹首度在军演亮相，射程可触及900到1000公里，与美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弋飞弹可共同建构距外打击能力，为抵御中国、北韩、俄罗斯的威胁，日本加速军事建设。事实上，这场军演的前一天，中国的辽宁舰、山东舰才被发现在日本周边出没。日本防卫省公布路径图，标示6月7号，中国辽宁舰等航母战斗群出没于日本最东边的离岛海鸟岛西南约300公里海域。山东舰也在7号现身太平洋海域，期间还有战机、直升机起降。这也是中国航母首次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并进入太平洋第二岛链。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希望日方客观理性看待。日本防卫省解读，这代表解放军已提升远海作战能力，日方对此高度警戒，已向中国提出严正交涉。来，志豪。是哦，这次其实正好是我了。中国的辽宁号跟这个山东号双航母出海哈，它就直接开进了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哦。我觉得它已经摆明在宣示了哈，中国海军它已经从这个近岸的防御哦。投到了这个远洋投射的这个阶段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地理课哈，应该国中吧，好，那我们就教到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刚刚赵大哥也有做一些这个说明哈。那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讲过一句，他说第一岛链啊，包括我们台湾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这个战略地位哦。那如果这个第一岛链被突破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可怕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啊，真的就被突破了哈。那我觉得这次的共军的双航母哦，它这个很夸张，为什么呢？它除了双航母以外，它整个舰队它总共携带了800多枚的飞弹，它等于说越过了第一岛链，直接挑战了第二岛链哦。它距离美军关岛基地大概不到1500公里哦，在这个距离之内，它可以发动的攻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那我们讲了，其实我们讲那么多，好像也不是为了要为中国大陆宣传反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一些状态。可是我们反观回来哈，我们了解目前中国军方的这个军力的确是在扩大当中，也突破了第一岛链。那我们台湾该做什么？我们的确做了一些演习，做了一些这个演练哦，但是实际的演练可不可以符合你实战的状态？哈，就是说当战事真的发生的时候，假设遇到了所谓的这个后勤不通，道路都被炸毁了，或者说民众根本不知道去哪里，甚至医院塞爆，这种情况下，到底政府有没有告诉我们民众该如何来自保？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哦。你做兵推，你做兵演，你的这些数据，你的这些结果做得再漂亮，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没有用哦。再来讲的《孙子兵法》，然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我一再在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备战，我们也不惧战，但我们一定要避战，我们一定要避战哦。我觉得不要把台湾人民放在一个兵凶险恶的状态之下，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尽量能够保持我们台海之间的和平。我倒觉得现在是目前的执政党应该去深思的一个问题了。好不好？现在在兵推哈，兵推其实大家常常办了，不过这次兵比较特别哈，黄芳雄他们主办的基金会主办的哈。那总长，因为呢，美国来了2个前海军上将哦，总长级、参谋总长级的；日本来了一个空军、一个海军也是上将前也是总长级哈。模拟中国如果2030年犯台怎么样？不过他们讲这不是随输随赢，有时候遇到各种状况，到底要怎么办啊？那好，我们看到这些上将呢，我们也李喜明这个我们有3个上将住在这个地方了哈。那这个到底今天的情况如何？连办2天，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由民间团体举办的兵推是假想2030年共军犯台，但为什么时间点现在2030年？主办单位也是疑，因为我们不想要就现有的装备做推演，我们兵推起始状态就是2030年，换一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不对称的装备以及战法以及能量已经预备以后，我们来检验台澎防卫作战。主办单位也强调，找美日参与非拉帮结派。希望美国队是扮演一个非常客观的角色，一切的行动是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政策。日本队也是完全一样的状况，我们并没有任何期待他们一定要参与的国军或者协助国军。兵推不预设立场，也不会美化结果。那乌克兰最近轰动全球的蜘蛛网战术，有没有可能列入讨论，甚至进一步用在台海战术上？来，志豪议员，治好了，是志豪。讲了，我还是觉得，其实中国现在不管是它的潜舰、它的战舰，它开始去挑战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防线。其实，如果我们还有在意区域和平稳定，中国这个举动不是本身就是在挑战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和平吗？是吧？就我们先不要去把自己先放到中国的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说你美国可以，为什么不行？我们就以区域稳定、和平为我们最重要的前提来说，那这个举止就是在挑战现在区域的稳定。我们现在有没有战争？现在这个太平洋西岸，我们这整个这个东亚地区有没有战争？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人去挑战这个地方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些孰轻孰重。但是当中国不断的在对外扩张的时候，你看到了我们区域的稳定，破坏这个稳定的主事者是谁？就是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共识，我们知道说，他如果去继续的去进行，不断的去挑战，不断的在不论是关岛，不论是在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附近，这样子一直去破坏，一直去突破，那么我们区域的稳定就会越来越减少。这是一个事实嘛？
那根据这样子，我们再去做我们自己的，不论是国防，不论是民防，我们这些相关的布局、相关的准备，这个也是应该的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国家的实力，我们可没办法叫中国辽宁舰不要再继续往前开了。既然我们不能叫它往前开，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不应该随便来侵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领土。我觉得是这样子。接下来回来。好，一个人事消息哦，史哲去高铁接董事长，然后原来高铁董事长郑光远到台铁接董事长，反正都董事长，有什么差别呢？高铁董事长一个月薪水39万，台铁董事长一个月薪水19万，蛮大差别啊！而且高铁其实它已经算是上轨道了，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定义是一个民营公司嘛，所以真的坐高铁你会觉得，它整个的服务啊，整个车厢的整洁各方面的车子的设计，其实都还不错。只是现在我觉得慢慢变成公营以后呢，慢慢那个水准下来一点，不过还是有它一定的水准在那个地方了哈。那台铁因为它这个历史背景各方面的票价很多年没涨了等等，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这个规格的哈。那现在呢，双铁人士都调动了哈。那大家比较好奇，就是原来郑光远他还算是有交通的专业了，对，他自己交大的这个音速研究所的博士嘛 ，MIT 的这个硕士，然后呢做过长荣的这个总经理然后呢也去做长荣海运意大利的总经理等等，所以他算，然后先去高铁做执行长，然后再升高铁总经理，再升高铁董事长，他就按部就班。那使得他印象里好像就是搞文化的，文化部长、文化局长，好像跟高铁没什么关系哈。那但是他们说希望他去呢，能够替高铁行销。那他看起来不是什么行销专家，而且呢，高铁行销也不错的啊。对，其实印象也不错了现在。而且呢，这个其实对高铁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然后呢准时，不要出问题，然后它的管理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专家比较重要，安全是交通运输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那也看不出使得这方面的这个他所有的履历，也看不出他的这方面的专长了哈，所以呢，这个就被骂说居然他还任高铁董座然后一个月薪拿到40万，荒谬至极包括国民党委员呢都这个质疑了哈。之前呢不是有林昶佐到芬兰当大使，就有人觉得说那怎么现在又这个高铁跑去个使者哈？黄国昌说这是酬庸了说呢，那干脆你去测试薯条脆不脆好了嘛？要测试他们的能力，测试看薯条脆不脆但是开玩笑了故意笑他了哈。那沈伯洋有护航他然后呢说政治就是专业，也被黄建豪委员打脸那另外呢，所以现在媒体就说呢，执政用人没有最扯，只有更扯就是你什么人不好用，而且这真的都没人了吗？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说怎么能不叫人不心寒现在呢？用人为亲跟你有关系的，你的派系就可以去干那所以他们说呢，让他当政务委员，比高铁董事长更能够协助高铁你当高铁董事长，你不懂你怎么协助呢？来，因为史哲以前是在高雄当过文化局长，然后也当过副市长他是标准的新潮流嘛。那大家就想说，他这个做完之后，文化部长当被拔掉之后，能够做什么？终于等到一个政务委员了。所以说呢，其实史哲到底过去的经历，刚刚赵大哥已经全部条列过来，完全是跟这个交通无关。他唯一让我觉得跟高铁有关的，就是他常常坐高铁，因为他常常在高铁站遇到他，好不好？那搞不好常常坐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看看高铁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但是我还是认为其实最大部分就是交通部其实旗下有很多地方，我们都称它为小金库。那个小金库里面呢，就是其实有一些常有猫腻的东西，你是可以来做一些撒币撒钱的部分。那你硬要是说它是很具有行销，那我就开始想到的，是否在高铁台铁在628要涨价之后，高铁据说也是要涨，而且这一涨的幅度是非常的大。那你如果高铁涨价之后，是否需要一个行销？你看我现在都帮他在圆，总要让大家知道说总有一个关联度。除了会坐高铁之外，那为了我们高铁涨价之后，是否当大家觉得这个票价太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行销的一个手法来去做？不过史哲在高雄做的很多的文化的这个部分，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必须要说，他是在视觉还有在这个效应上面，还是有一些他可取之处嘛。这是我唯一目前可以想到的。但
但是我反而是替这个台铁的即将正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郑董事长，我比较抱屈一点啊，因为郑光远说实在的，之前也跟他去接触过，他算是一个交通的一个人士啊。那我们先不管以他这样的资历啊，少了20万会不会对他来说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他因为是这样子，可以把137亿，目前台铁已经是亏损137亿，他们的工会有很大的问题，他们目前为止里面台铁充斥的一些需要整并，否则整个台铁就要垮。它不像高铁可以赚100亿，他们是亏100亿。那这个部分里面呢，让一个把高铁带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人，让他下降到了台铁，我就不晓得到底是对于这我们的郑董事长，你对他来说到底是一个比较好的待遇，还是一个反而是你会做事，然后就把你放到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那不太会做事的人，反正你也都做不了，就把你摆在一个都不需要做事的地方，然后你只要有背景。然后我还是要说，当你空出一个政委的时候，这个政委谁去接？我觉得这还是我们观察的重点。而且不要忘记，2026年选举就要到了，这一切将近派系各方面的这个分割等等之类的，都有他一出戏要看。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史哲1年前，由文化部长转任政务委员，如今史哲有了新工作，月薪39万的高铁董座，赤裸裸的酬庸啊！高铁的董事长很香很肥啊！民进党内部派系的角度来讲，是占了一个大肥缺啊！是高铁准备要提供薯条。我们的史哲董事长可以测试一下薯条脆不脆吗？会这么说，就是因为看看过去史哲争议，曾被爆出台湾文化部长任内时常开会骂人、拍桌动怒，甚至吃到软掉薯条就会破口大骂。而背景经历也被在野质疑，因为曾是高雄市副市长、高雄市府文化局长、新闻处长、台湾港务公司董事，以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大多接掌文化业务，似乎和新工作专长不符。我们第一不应该考虑酬庸，不应该考虑每一个位置要怎么分配给我们自己人。赖清德政府他用人不为才，为派系。待在高铁10多年，郑光远升任董座才上任几个月就被调去台铁，光月薪就少了20万元。对比之下，高铁营运单纯，薪资福利佳，董事长月薪约39万，加上奖金之后，年薪预估800万。而台铁董事长月薪约19万元，将年终后年薪大约250万。蓝营批评又是民进党派系角力，因为史哲是陈局亲信，似乎是要史哲离开政院，让总赖清德可以安插自己人去接任政务委员。这一切都还在程序当中啦哈。那我们尊重程序的流程，那我们也尊重不管是台铁公司或者是高铁公司的这个公司治理。好，那在程序走完之后，我就会正式来向大家来报告。这项人事令没有因为在野批评而暂停。好，这个现任的高铁董事长郑光远，他2月才升董事长对呀。他2月才从总经理变董事长，现在才6月就叫他走路了哈。那侯汉廷呢拍了3张照片了哈。他说呢，这个史哲呢在文化部长的时候呢，也搭了公务车去推拿去推拿啊，所以变成说，他说你这个也不对啊，还上班时间怎么去推拿呢哈？来，元之，我觉得看这个事情就是看说现在高铁遇到什么问题嘛，按照。知情人就是每一次只要有酬庸的人士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媒体有报道，行政院知情人士出来表示为什么用这个人。那他们现在带的风向就是说，史哲是行销专长。但问题是，现在高铁缺的是行销吗？不是，现在高铁基本上它旅客很多，它运量很高。大家平日去坐高铁呢，就会有那种假日的感觉；假日去坐高铁会有那种国定假日的感觉。所以它现在根本不需要行销啊，它的重点应该是要把运量可以就是说让班次提高嘛，让大家坐的舒适嘛，然后要安全嘛，这才是要现在的董事长需要做的重点。那谁适合做这个？当然是郑光远适合啊，因为他是学这个的啊，他可以调度那些班次啊，他可以想说要怎么样最有效率啊。结果把真正能够解决高铁问题的人把他调走了，然后让史哲来，然后随便胡乱说啊，因为他会做行销，这个就是为了酬庸，然后又找不出理由嘛，然后随便乱瞎掰的啦。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用人的方式。那刚刚新闻有出现那个陈世凯，他不是也是一样嘛？那时候要从发言人调到交通部长，人家说他很适合，因为他曾经做过议员，然后那议员都是在交通审查会，所以他对交通很了解，就让他做交通部长。这是一个理由嘛？实际上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派系，都是因为他谁是谁的人的原因嘛。
但我觉得现在民进党也没有在管这些社会观感，因为这个就是社会观感不佳啦，然后会认为他们没有把治国当一回事啦，好像都在安插自己人，让自己人可以赚钱或什么什么之类。这个，但是他们不 care， 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大罢免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他们就认为说，只要这个搞罢免，反正他就可以转移所有他没有重视内政焦点，然后。罢免的重点呢，就是在什么亲中、什么反中、舔共，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要罢免呢？因为他们是亲中，他们是共匪。然后你们做的很烂，没关系，不重要。但是呢，我们是爱国的，然后他们不爱国，是要罢免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很多，因为他们就是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很混乱的时期，然后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把这些东西给它处理一下啊，然后趁大罢免之前啊，反正也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休息一下再回来。